这边偶尔会办一些课程，就是欢迎新创团队到这边可以坐办公室、做公司登记，或者说在这边可以做一些交流。听起来就是可以有一些活动啊，然后跟厂商进驻。那想要问，因为我们这次有安装 Aira Face， 就是人脸辨识，然后还有 Aira Check 人脸追踪的部分，就是想要问说，就是以用户的角度，就一个新创项目中心为什么会想要装这些？最早是本来是想说，在人员进出管制上面可以做到一些防治的嘛。因为那时候看 Aira Face 它有这样的功能，就是会设定一些黑名单，就是白名单。曾经发生过几次，就是晚上的时候有流浪汉跑进来。这边出入口算蛮多的。对，所以晚上流浪汉跑进来，然后可是到了保全通知我们之后，我们才报警，然后我们人赶到公司来处理。那在不该让他进来的人出现的时候，他就会主动求救，所以不必等到说，等到大楼的保全反应，然后再通知到同事，再通知到我们，就时效上有点慢。那再来是我们曾经有一些客人有一些的纠纷，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他们不希望看到的人跑来，可能会来现场闹事或是干嘛之类的。那遇到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样，就是可以把设定名单，当他人来的时候，可以事先先做一些预防。对，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，在人员管制上，或者说事发后我要去找一些曾经发生的事情的话，我们就不用盯着录影机回放。如果说一个晚上，不要说多了，就说一个晚上4个小时，你要看4个小时的片子，确实，因为等于像这边也是一个半开放式场域，所以其实除了员工之外，或者是进驻的厂商，有时候一些访客摸黑名单就会变成说，还是要有个名单去管理比较好。是。还有曾经有一个案例是，我们有一个客人他在他自己房间里面装了摄影机，所以他有一次他就通知我们说，晚上有人跑进他的办公室里面，然后东看西看，所以他问我们说，人是怎么进来的？后来在里面待了多久？那一样，我们就花了很长时间在看录影带，一个一个找，还要找到说先找到是什么人，然后开始再去找说他在哪里曾经出现过。那我们里面总共有16只摄影机，那我们就得要一只一只自己去当柯南去找。那后来看到你们那个 Aira Check 这个东西，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把这个连给他，他把这个所有的路径，不管哪一只摄影机，所有的路径他就能帮他找出来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安全上是一个考量，然后对客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假设他们有一些不该进来的人跑进来的时候，当他们询问的时候，他们马上把资料调出来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帮助。等于是说，其实对于进驻的厂商来说，也是安全性整个都提升，对，他们就可以避免说，就是一个场域好像半开放式的，就是戒备没有那么森严。那其实无论是从及时的访客，或者是到事后追踪，等于是这2套其实都有帮忙解决商务中心的一些问题。是。好，没问题，还蛮清楚的。我们还有曾经发生过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这里比较不是单独只有我们在使用这个空间，对，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单位的人，这个不是我们的客人，像我们这个出入口基本上不是我们一家在使用。这些曾经有发生过，他们说，我的什么东西不见了，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，我们的同事已经下班了，然后把东西寄在柜台，然后他们说有人会来拿，那谁拿走？是他们要拿的人拿走了，还是其他的相关人拿走？所以有时候他们跟我说，那昨天那东西有交的是，说，我们的同事下班了，他说我把东西放柜台了，可是没有谁知道。所以这个对，所以这个如果说有 Aira Check 那我们就很容易找到。我只要找到那个时间点，昨天晚上6点半，把东西放柜台，那我们要从那里开始找，在那个之后进入出现过哪张柜台，把东西拿走。确实，这个可以很大幅度的解决，就是一些场域，如果说出入的人不一定每一个都认识，对，这个时候 Aira Check 其实就会比 Aira Face 实用。对，感谢今天的分享，那就到这边，谢谢。